大家好，这两天科技股真的是非常惨，跌麻了。从6月30号费半指数冲到最高点之后，现在已经下跌了18%了，个股更狠，美光也是18%，海力士都跌了44%了，眼看都要崩盘了。和 AI 相关的股票业绩越好 ，PE 越低，这个股价就越低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 AI 的周期结束了吗？ AI 泡沫要来了吗？我们都是韭菜了吗？现在这种情况还能投什么？现在大家都慌了，今天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不要慌，机会慢慢都出现了。注意，本影片是我的个人投资笔记，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票和策略自己要深入研究以后再行动。要找到最近应对下跌的方法，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操作上，就要知道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近其实大盘没有怎么下跌，纳斯达克就跌了6个点，但半导体指数下跌了18%啊，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最近的下跌并不是美股的全面崩盘的时候，全球还是看好美股的。半导体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半导体 ETF 现在你看下跌了这么多，但是全年还涨了84%。我在3月份大跌的时候就说让大家买入半导体 ETF， 所以7月份的下跌对于最近才入手的新手们可能是非常的痛，尤其是加了很多杠杆的人。但是股市长期投资的这种老手坚持长期投资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跌了不用怕，只要你不加杠杆，买的是非常好的公司。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市场情绪现在是非常的复杂，总结来说就是地球的那3个地方美国、中东、韩国，而且这次还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一切都是似曾相识第一就是政治，川普刚忙完独立日国庆美军也补充完弹药之后，这2天终于要对伊朗进行全面打击了。伊朗还是不老实必须要揍他们一顿。今天川普已经通知国会说，这次打伊朗正式叫做战争，按照美国战争法案，川普有权打60天。战争其实会影响股市，但是这次的力度不是很大，布伦特原油只涨了一点点，但这个预期也会传递到半导体板块。现在是 AI 基建，缺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能源能源不够，你产再多的 GPU 记忆体 CPU 都没办法启动，都放在这个库里面。天然气、石油价格因为战争居高不下，就会提高电力生产成本的预期。这个预期一旦又提高，芯片价格肯定也会提高，然后 iPhone 电脑价格都会提高，就产生压力。7月14号，联准会主席沃什就要发表讲话大家对这个加息事情就特别的紧张。一旦加息，大家再继续想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现在这个世界上股票杠杆负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就是韩国。这几天韩国的股市连续暴跌，现在每80个韩国人投资股票的就有1个人爆仓。X 帖子今天就有人分享自己1年时间赚了20亿韩元一个人现在直接归零了。没有归零的人还有一大半的人都在补保证金的路上。韩国还有一个租房贷款，现在这个租房贷款持续下降房子都不租了。为什么？他们换了贷款贷出来的钱全仓3倍杠杆买入三星、海力士这个3倍的 ETF。 根据韩国交易所的数据，韩国 ETF 规模到6月份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有14只专门交易一只股票的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这种的单独的杠杆 ETF 成交额6月份达到了212万亿韩元。这就导致韩国央行通知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韩国央行就通知各家银行要自主管理，降低贷款的额度，而且放出风声说要提高利率。买这些高杠杆 ETF 的90%是韩国散户，这一下就不得了了抽贷、提高利率、伊朗战争、美联储加息预期，这就让这个加了很多杠杆、精神紧绷到极致的投资者一下就崩溃了。这时候再传来任何关于 AI 产业链的坏消息就一下子造成了踩踏暴跌。美国台湾这种的杠杆其实也都挺高的，但是和韩国人相比就是弟弟。韩国人赌性是全世界出了名的，以前加密币比较火的时候，韩国有25%的人都在炒币。美国杠杆 ETF 有40%的资金是韩国人买的。2022年400亿美元在几天内就一下子灰飞烟灭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Terra Luna 币，它的创始人就是韩国的 Dogecoin。 之前还有一个词叫做泡菜溢价，比特币在韩国的交易所的价格能比全球市场贵2%到10%。为什么？因为这个韩国散户都不看这个原始价值了，直接就抢就是炒。所以在韩国投资跟赌博基本上就是同义词。我看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问买美光就是要买 MUU 问这个 MUU 能买吗？这个是2倍做多我一般都手工留言说我从来不买杠杆 ETF，
因为这种一跌啊，信贷马上就崩了。这个杠杆 ETF 和花一点点资金买一个 put 或者是买一个 call 是不一样的。put 或 call 的这个其实的资金是非常少的，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杠杆 ETF 你要买很多才能赚到钱，所以啊，一定不要让杠杆和借贷投资影响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坏了，你的股票账户就会变成你的负担。一亏的话，就想到啊，对不起自己啊，对不起家人，自己永远翻不了身之类的，对自己的未来就会越来越失去信心。不管你之前研究的这个 AI 产业链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一下就会完全失去信心。最近哔哩哔哩这个抖音非常网红的一个峰哥就说悟到了，他说下跌最难受的不是亏了多少，而是让你无法相信未来还有什么能靠得住的东西。市场还会给你一种错觉，它会让你认为你判断一次正确就可以凭着这些判断然后人生来翻盘，结果股市一下子暴跌，就会发现这个翻盘是不可能的，于是情绪就崩溃了，再也不敢投资了。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股市中的什么谣言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涨下跌，就是我们自己。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把市场比作一个情绪病人，一个神经病，叫做市场先生。这个市场先生每天都跑过来敲你家门，然后给你报个价，问你家这个房子涨了你卖不卖，过2天又跑过你家说你的房子跌了，大跌，赶紧卖吧。时而狂喜，时而绝望。但是对于聪明的投资者，要知道这个市场的情绪是用来伺候你的，而不是用来指挥你的情绪。你可以利用它疯狂去收割，利用它的绝望来抄底，但是你自己不能变成一个和他一样疯狂的情绪病人。如何不被这个市场的情绪影响？你要知道2件事2件投资的主线。一个就是投资科技股，你要有自信要相信未来我们都会开上自动驾驶的汽车，我们都会买一个苹果机器人、特斯拉机器人什么现代丰田机器人，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员工，让他们去在工厂里干活。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世界发展的潮流，从世界上第一台电脑出现开始，就是从碳基生命转入这个硅基生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QQQ 还有半导体指数这些的涨幅10年、15年，你可以长期的来看，这个就是趋势。现在对各种 AI 的基建的预期，小作文鬼故事到处都是，说下个季度怎么样，再下个季度明年怎么样，长远看来这都是浮云。从16年开始炒股我就看什么辉达、阿斯麦，每年每个季度这些新闻都是不少这些鬼故事我全部都经历过了，各种的什么缺陷贸易战不及预期这些都有，要跌都一块跌。但是拿到现在看一下涨了多少倍。记忆体也是一样，记忆体已经不是周期性的股票了，现在记忆体需求是主要来自 AI， 不是什么 iPhone 手机。而 AI 芯片的设计不是你买了记忆体，这个工厂这个富士康拿过去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它要提前给这个芯片厂商钱，让美光、海力士、三星他们参与芯片的设计调试之后，才能产出辉达的 Vera Rubin 或者是博通、联发科、谷歌的这种推理芯片。这些都是定制的，要提前付款的，大家一起研发，这个就出现了未来的长周期协议，这个逻辑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讲过认知温差，你要在市场上赚钱，你就要比别人有更高的认知。一种人是追高，另外一种就是等到股市大跌的时候，赶紧研究一下这个股市为什么大跌，是出现了什么认知温差？为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个科技股不行了，他在狂抛？为什么我认为这科技股是没问题的？像我一样认为科技股没问题的，就会在逐渐下跌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慢慢买入，然后再等待下一波的上涨。大家再回想一下3月份那次下跌，伊朗战争这个世界好像都末日了，这个大盘都一下跌了那么多，科技股更不用说了。那次我就是坚持认为这个战争一定会结束，所以我就是逐渐的买入。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图，最近5年有1474回档调整，但是每次平均都是在30天内涨回去，保守估计是50多天，大约2个多月。现在半导体从高点回档了14天，大盘没有跌多少，所以我自己慢慢观察，现在可能就是开始看这个市场慢慢稳定的时候，就可以选一些跌的比较多的这个优质的科技股进行补仓。一开始下跌看不准的时候这个时候补仓就补 ETF，
像 SOXX、SMA 的这种半导体指数，等到大幅下跌，跌到透的时候再补个股，像什么记忆体、美光、SK 海力士、英特尔、光链接、芯片制造等等的这种的跌幅非常大的。那这个是我自己的研究操作啊，你买入也有风险，大家要自己研究，自己选择买点。大家要进行投资，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除了科技股，其实还要配其他的板块。我一直说啊，要买这个 VOO、SPY、QQQ 这种大盘指数啊，新手都要不断的定期定额投资。各种板块都是轮动的，科技股不涨的话，其他板块都会涨的。现在这个黄金因为加息的预期，这个避险功能已经退步了，而现在避险资金非常偏好美国的银行、金融股，还有制药企业股。因为利率增加会增加贷款的收益 ，XLF、VFH 这种的金融 ETF 从3月以来就稳定上涨了 18%。摩根大通今天发财报，所以也需要关注一下。金融业也是一个可以长期投入的一个行业，像摩根大通、新加坡的 DBS 这些大银行 AI 发展的好，它的资金就过去给他们贷款，还有什么新的 IPO 都能稳健的发展，而且还有抵押物，非常稳健。他们涨的就是慢，但是这个经不住总是在上涨，因为这些银行总是在各个周期里，他们会找到发展最好的这种的经济的支柱，然后进行投资、进行贷款，所以他们是跟着经济一起上涨的。稳健的选手都是要配金融股的，就像巴菲特买的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伯克夏都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无数的钱非常厉害，所以股票都是要配置的，有一些钱就是要投到科技行业。但是也有一部分钱要不断的这个投入一些科技股、大盘 ETF， 我们金融业还有的制药业都可以配一点，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投资组合。最后总结一下，从我每天看很多的这个投行的研报、分析预测，还有根据我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我认为这个半导体行业在未来的3到5年都是黄金行业，它有长期上涨的动力，就是计算需求没有上限。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早早的退休，不再上班。不上班的核心思想就是让机器人帮你赚钱，让 AI 帮你赚钱。这个就是计算需求没有上限，人类对 AI 是无上限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半导体的壁垒是非常高的，先进制程、光刻机、EDA、HBM、先进封装，这都不是有资金就能迅速复制的。技术、良率、客户认证、供应链经验形成的一个壁垒，都是很难攻破的。产能增加1倍要好几百亿资金，上千亿的，而且要2-3年才能建厂，才能量产。所以控制 AI 瓶颈的企业就可以长期获得高额利润。AI 这个需求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开始放缓和下降那就是未来学，就是出现 AGI 的时候。AGI 就是和人一样聪明的 AI， 每个 AI 都是爱因斯坦、霍金和所有诺贝尔奖的教授的合体，你让他干什么都能干，一句话他就能干完了，而且干得比所有人类都好。这个时候 AI 已经足够聪明了，这个 AI 基建就不用那么再继续建设了，它就会放缓。但是 AGI 出现，按照现代科学的发展规律，可能要2030年到2035年左右，甚至可能到2050年才能出现。所以现在市场的波动就是高杠杆引发的连环反应，再叠加战争还有联准会加息的不确定性， AI 基建没有改变，长期整个股市还是看涨的。但是短期的风险就是这个7月份底8月份亚马逊、微软巨头财报，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放缓投资。如果他们对 AI 的这个投资真正的放缓，可能还会引发短期的下跌。如果他们继续提升 AI 投资，那半导体板块就会形成一个底部再次上涨。所以8月份到10月份，我的判断还是和以前一样，会有一些大的震荡，这个时候要小心。7月份没有出现大涨也无所谓，这个股市本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没加任何杠杆，也不能预测未来，所以跌了会继续买入，定额定投不能停。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